嗨，大家好。刚刚我从一条不应该出来的路出来，已经来到了中山路上了。这里呢是中山市，应该也是它的一个市中心吧。现在我就想着，随着中山路来兜好久没来的中山城区。久违的中山了，我想应该好多年没有来过这里了。这里的很多的城区就已经跟我记忆当中不太一样了。今天呢，我和家人开着车，主要呢也是去走一趟从万顷沙到中山的深中通道就南沙的联络线呢开通以后，也就没几天吧。所以也到深中通道又去走了一回，经过了翠亨新区，经过了翠亨快速，又接上了南朗快速，最终呢花了半个来小时从深中通道的桥底下就来到了中山。中山呢一直给我留下非常不错的印象的一个城市，但是呢今天看到也是即将要起飞了。原因呢就是因为深中通道连到了中山也连到了南沙，接下去呢就变成了一个相信就是很快就会发展的区域。所以我已经看到在深中通道这个珠江的江边已经起了很多的商业大楼，可以想象不出5到10年了，尤其是以翠亨新区这一块就会变成一块发展的乐土。但是呢我现在呢是处于中山的旧城区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房子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特色，都是很多年以前遗存下来的房子，就跟我们去到的佛山去到的其他的城市风貌差不了多少。但是有几条大街呢刚刚我开车过来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呢我就打算从旧城区去转一下那些新开通新建好的大街，然后呢再回到我停车地方。我今天呢就是到中山那边吃个午饭，但是我们来的稍微有点晚就兜转转发现很多店呢已经到了差不多中午打烊的时候了，结果还是找了一家大家乐就吃了点午饭。那我就想着出来骑个30分钟消食吧，然后呢也顺便到中山城里来兜一兜。中山呢跟番禺一样就有很多的乡里乡亲生活在香港。那我想象呢很多香港人也经常来探访故里，很多人呢在退休以后就会在这边也安一头家，就是希望呢能够回到家乡来过一些悠闲的生活
好，我现在呢回到了中山路，这一段叫中山四路。今天进到中山城区呢，就明显的感觉到这边的很多的街名都跟孙中山有关像这个中山路就不用说了，还有一条主干道非常的漂亮，气派开阔的大街叫博爱路，也是分成1路、2路、4路、5路这么排过去。那这边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像信中路那肯定就是信中会的这个名称而来。那在这些街上呢，也看到很多的招牌，那些旅游的景点、博物馆、纪念馆，关于孙中山的这些历史遗迹或者说事迹有很多这样的纪念的地方。你看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孙中山故里旅游区。那想着可能就是翠亨村那边吧。总之呢，中山市就中山这个市这个名字呢，就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设立的。中山是孙中山的故乡，就纪念他呢，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孙中山革命的事迹留下的足迹呢，更多的其实是在广州。所以广州呢，也有中山纪念堂，也有很多像大元帅府、黄埔军校等等纪念孙中山的这些博物馆、纪念馆。马路的左侧呢是中山日报社，也是中山传媒，同时也是中山市海外传媒中心。而我的右前方呢，应该是这边的一个体育场馆吧，边上呢也有很多的商业设施这条中山路它的主街呢有很多的隧道就使得这些车辆呢就不用红绿灯就可以快速通行。但是呢，它边上也留出了匝道，像我们骑行的人就可以在匝道上来骑行。这里呢已经稍稍偏离了一点刚刚的旧城区了。所以感觉整个马路呢也变得开阔，而且这里有很多的公园可以看到在马路的右侧，感觉还是非常美的一些市民休息的地方。既然来了呢，我们也到里面去稍稍的转一圈原来这叫紫马岭公园。这个公园呢，我在地图上刚刚看到就占了很大一片的面积。好，那我们就在这个公园里面的小道上来缓缓的骑一下，领略一下这座非常漂亮的市民公园的大家你看这种休闲娱乐的光景。前面呢有一个雕塑叫紫马奔腾，做的还是非常的漂亮
哦，这里呢，看来是一个公园的入口啊，好像并不欢迎单车进入。没关系啊，本来就是到此游。跟其他地方的公园一样啊，称之为公园呢，就有门禁，就有一些管理。好，现在呢，我又从这个紫马奔腾这个雕像门前经过啊。整个广场上呢，还是有很多当地人，就跟我们在别的地方见到的一样啊，大家悠闲地打发着自己的时间。现在呢，我再次回到中山路这条大街上。中山呢，应该也是在珠江三角洲啊非常知名的一个区域。它跟佛山有点像啊，它底下有很多的小镇，每个镇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工业的品牌。那当然，以前呢主要是一些加工业啊做的一些产业呢，大部分还是以劳动密集型或者靠手工。就跟高科技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那像东莞这样的城市呢，已经慢慢的向高科技进行转变，因为背靠着深圳这座有潜力的城市。而中山这边呢，相对而言啊，它临近的珠海，它没有像深圳产业那么的发达，所以呢，稍稍的吃了一点亏。再加上呢，珠江口这边实在是交通多年来还是一个瓶颈。那今年呢，终于连接深圳到中山的深中通道已经开通了。紧接着呢，连接南沙的联络线也开通了。那可以想象，交通好了，那中山呢发展应该指日可待啊，所以我们还是殷切的希望中山呢，这个我们平时觉得比较休闲的城市，进入发展的快车道，那这边的产业呢，快速的能够转型，最终呢，能够跟珠江对岸的东莞看齐，就变成广州、深圳的一个后方基地我看左侧马路中间都有些车站应该呢是 BRT， 广州也有。就这种 BRT 呢，在没有地铁的地方它也是一种快速的运送这个老百姓出行的交通工具。
中山市呢，毕竟是一座中型城市，它并不是那种超大的城市，所以呢，这个马路非常的开阔，而行走的车辆呢，并不是那么多，所以明显的可以感觉到这里人口的密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人均拥有的路面、绿化还有各种设施呢，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边老百姓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雄心壮志的话，仅从生活而言，绝对是宜居的一个城市。大家在这边呢，应该会过得非常的舒服。而且现在的中山老百姓即便是你城区的人，通过深中通道去一趟深圳，也就是1个来小时就到了。甚至呢，可以在这边住到前海去上班，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好，我现在呢就正好就说吧，在这边呢右转，我相信这条路应该叫长江路吧。其实这些大马路里面呢都是有专门的骑行道的，但是我呢为了看得更清楚，也方便给大家展示就还是骑到了汽车道上。可以看得出来，这边的大马路建设都相当不错的，基本上都是快速化的设计，就有很多的隧道就没有红绿灯，而且这条路上呢也有 BRT 但是安全起见，我们还是骑行道上去。这条大马路两侧呢，也有不少现代的商厦，但是呢，密度并不是很高所以我相信，在中山稍稍偏离老城区一点的地方呢，大家已经适应了那种可能要开车出行、开车出去购物参加各种活动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老的城区呢，除了老城区以外，其他地方呢都是一些开阔地，要靠走路或者骑个单车活动呢是很不方便的。
前方呢，我已经看到了博爱六路了，果然没有错，这就是我刚刚进中山城区的马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非常漂亮的马路。我们现在呢，骑行也去领略一下这条开阔漂亮的马路。这条马路呢，设计的还是非常不错，它有中间的主车道，完全呢是一条快速道，有很多的隧道相连，那边上呢也有一些匝道，以便于车辆的拐弯。更里面呢就是有这样的骑行道。这边好像还有一些仿古的建筑，可以到里面稍稍去转一下。貌似像一个街心的小公园但是这个里面呢，看上去也相当不错，应该是一片莲花田吧。你看绝对是一个漂亮的公园，有很多凉亭围着一个水塘，可能季节不对这莲花都败了，但是边上树木葱葱，还是给人家很凉快、很休闲的感觉。所以明显的感觉这边还是保留了很多这个跟当地老百姓生活有关的，还有当地文化的一些遗存，就专门做了一些这种仿古的建筑，还有一些中西合璧的牌坊。好，我们只是到此一游而已就还是骑行回我刚刚出发的地方。说是一片公园呢，也可以把它看作就是一片街旁的绿地只是做了一些公园化的设计，看上去还是很美。所以我想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随着经济的增长，老百姓变得更加的富裕那自然而然他的精神文明水平就会渐长，就文化上面呢就会变得更加的优雅，久而久之呢就会有很多新的时尚我觉得任何地方应该都这样吧。所以离开这些物质基础来空谈文化文明基本上没有什么结果。感觉边上的是一座当地人的村庄但这些房子跟我们在广州看到的城中村还是大不一样就可以看到这些房子都有模有样，规规矩矩，而且这个外观看上去还是设计的不错。
到了这边呢，还是受好奇心的驱使，打算到这些村屋门前去逛逛。感觉这边的村民啊，当然应该早就是城市人了，就你看他们做的这些房子、装修、栽的这些花草等等，还是非常之美啊。我们就稍微到里面去转一圈吧。现在转到内街来稍微走走，你看这些小院、这些小路，应该都还是以前的格局。这就是一个旧村的模样，但是基本上也算干干净净吧。我相信啊，住在这个村里的很多老百姓，他们并不渴望拆迁啊，有自己的这种独门小院，我觉得住起来更加的舒适、舒服。好，我还是回到大马路边上进行道。原来呢，这就是紫马岭公园的正门了。刚刚应该是在它的后门。这个公园呢，拥有一座山啊，看上去也非常之美。但是我们今天就没有机会到里面去了，只是在它门前经过一下。就特别喜欢有这么样的绿地公园啊，供当地老百姓可以休息休闲之用。好，那我们继续赶路。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收费口吧。中心或周边车场停放，本车场车位已满，请到博览中心或周边车场停放。
出产出名。公园边上，我的右侧呢还有很多的球场就是给大家活动的这种设施呢还是比较健全的。到了这边呢，就可以看到有一片湖区，这应该就属于那个公园里面了吧？你看啊，对面的草地上多少人在这边闲坐嬉闹，这地方是很美的。经过了一片球场啊，很多人在这边打篮球。对面呢是芝麻林游泳馆，相信应该还有很多体育场馆在这个周围吧。挺不错的啊，就中山老百姓还是真的，他们也享受到了很多的发展带来的红利啊。好，现在重新回到马路上了，继续向着我的目的地骑行。今天呢，其实并没有打算到中山市区里面来逛街啊，因为只是想开车去看一看新开通的深中通到南山的联络线。但是想着已经来到了中山了，就不如转到这个地方来兜个圈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来到了中山。但是虽然时间不长，就在这个中山老城区到新城区之间的这个马路上，随意的大概骑了几十分钟，我就感觉还是非常舒适的一种状态了。
尤其是感受到中山，无论是它的城市面貌，还是刚刚在我吃饭的那个商场里面看到人的这种表情，就行为举止，我可以判定啊，这座城市真的是一座有一定的文化、非常宜居的城市。当然也要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一次小旅行。有，这边有很多小朋友啊，都是骑单车的。越过一条大马路，我们继续在博爱路上骑行。居然这个马路边上有一个全球通公园，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啊。原来是中国移动在这边的一个总部吧，所以他把他的门前也做成了一个小园林，专门做了一个全球通公园。所以这条博爱路上已经有很多这样的街道旁的公园了，而且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好，我们还得要走回到马路上去骑行。不管怎么说啊，多做一些这样的公园总是一件好事啊。其实我在右面看进去呢，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村庄，我相信呢，以后也会进行改造啊。
明显的中山这个大街上人车都没那么多，所以单车过马路、行人过马路呢还是比较容易的。你看啊，这边真的是林木深深啊，一条林荫大道啊。又经过右侧的一座村庄，今天真的很高兴有机会啊，在中山城区的两条大马路，中山路和博爱路各骑行了一段，真的这个马路做的质量很好，再加上这边的本来人和车就相对少一些，就骑起来呢特别的舒畅啊。当然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啊整得非常的好。这边又有一个叫民宿园这么一个地方啊，虽然时间已经有点晚了，但是我还是打算到里面去逛一逛。这里面呢也有一些小河，但更多的呢就是非常大的这些树木。就里边空地上呢也是有很多家庭为单位的人在这边席地而坐，吃着自己带来的食物，玩着他们喜欢玩的这些游戏。哇，这个环境还是很美啊。很可惜啊，我觉得我没有太多时间在里面闲逛了，就兜一个边，期待以后有机会再来吧。就这条博爱路过来啊，这个称得上公园的大片绿地啊，已经有3个之多了啊，再加上一些企业办的绿地，还有就是这个街区的这种绿化啊，就我觉得这条路上啊，都是一个公园连着一个公园，非常之美。好了，那我因为时间关系啊，也没有办法在这边留连太久，所以我们还是向前赶路啊，回到我刚刚出发的地方。
被红灯阻挡了，但是我就看到这个街头的这种花很漂亮，这不知道是什么花呢，一个个跟草莓似的，还挺好看的。好，刚刚呢错过了一个绿灯啊，反而让我有机会欣赏到马路边上的一些漂亮的花草。我的右侧是另外一个体育场馆，也是中山的篮球协会。显然呢，我的右侧又是一个公园，但是应该是以一些运动场为主的体育公园。我记得我刚刚开车来的时候呢，就是从这边拐弯的，那我们还是从这边拐弯回到我停车的地方去。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右侧的运动公园里面啊，很多球场，满满的都是打球的人，就这个我觉得特别棒。转眼呢，已经回到了老城区了。
这条路呢叫体育路啊，可能就是后侧有个体育公园而得名吧。这边呢就是一派老城区的景象，但是呢也显得干干净净啊，而且边上有很多的街区呢已经被那些新的住宅楼所取代。就一个城市在新旧交替之中啊，又能保留一些老的街区、老的味道，同时呢，又让这些老百姓啊，在新城区找到一些新的景象，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希望啊，对未来的憧憬。我觉得这是一座城市啊，完美的地方。今天有机会在中山那边骑行了一圈，我就感觉还是非常值得到这边来一趟的，也是非常畅快的一段骑行，见识了中山这座城市它这种底蕴，也看到了这边的老百姓呢，他那种平和的心态。当然，其实这边也不缺这种新的商业中心，以及各种大家需要的物品，包括奢侈品。就我们已经回到了这边有个叫义和商业中心的地方，我的车就停在这边，所以我就打算在这边呢结束我今天在中山的骑行，回到停车场收拾我的行装，然后呢准备开车回广州去了。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在很多年以后啊，重访中山，而且不管怎么说呢，也是骑着车啊探索了一番，我觉得心满意足吧。那好了，我们在中山也不能久留啊，我们就在这边结束我们的骑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欢迎大家这个留言，也希望大家点赞，更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啊。我们下一次出行再见，拜拜。